Hello，大家好，我是妮妮，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那么今天的这支视频呢，就是来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运动鞋合集。因为春天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穿运动鞋的季节嘛，因为在这个季节里就属于春暖花开，然后心情也特别好，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在这种春天的季节里面，就很想要穿的比较阳光、比较向上。那么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我自己所拥有的15双运动鞋。那么因为运动鞋其实它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舒适度，因为既然我都已经选择要穿运动鞋了嘛，那么我肯定是希望穿的比较舒适的，所以我今天会把每一双运动鞋的一个舒适度都打上一个评分，就它有几颗星星，然后最高的呢是5颗星，然后依次我会和大家讲，就是它究竟在哪个地方有稍微的扣分，这样能够比较直观的给你们知道这双运动鞋它穿上的时候究竟舒不舒服。那么我也会尽力的给大家在网上找到每双鞋子卖的最便宜的一些网站或者说电商，然后所有的链接我都会放在下方的信息栏或者评论里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就我们开始今天视频吧。那么第一双鞋呢，就是这双 Golden Goose 的小脏鞋。那么它是我所拥有的鞋子里面唯一的一双穿脏和穿旧了之后我依旧很喜欢的运动鞋。因为大部分的运动鞋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你穿久了之后，例如说鞋底容易泛黄，然后起皱，然后变脏之后呢，那个鞋子就会变得有点疲态。但是这双鞋其实我已经买了有大概4年多了，快5年的一个时间了，你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状态，还是属于它自己原本的一个风格，所以它在这个部分是比较耐脏和耐旧的。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我很推荐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有设计一个小小的内增高，它里面那个鞋垫是有一点点内增高的，大概增高了1到1.5厘米，就是你穿上的时候是可以感觉到的，但是其实它在这个外观上面是完全看不出来，小小的心机的部分吧。然后这双鞋子我在它的舒适度部分的一个打分呢是4分，然后另外的1分呢是分别扣在了它的这个底比较平和它的底比较硬的一个部分，但是这是属于几乎所有的一个平底鞋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嘛，就是那种板鞋，其实板鞋穿上都没有那种正儿八经的跑鞋或者运动鞋穿上舒服嘛。那么接下来的2双因为都是来自同一个品牌的，所以我就在这里一起说了，就是这2双都是来自这2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运动鞋品牌叫 Vega。 然后这个品牌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比较环保的一个品牌，它非常关注就工厂的一个工人的环境，还有他们工人本身拿的那个工资究竟有没有被压榨呀之类的。它里面用的棉花也是属于有机棉，然后外面也是环保皮，所以在这个部分我非常的喜欢 Vega。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入了这2双，一个是这种红蓝标，然后另外一双呢是这种绿标的，然后这个的型号是 V10， 然后这边这个型号是 V12。那么先从这双 V10的红蓝标说起，那么这双鞋子呢就不得不说它是一双真的穿着的体验非常糟糕的一双鞋子。主要糟糕的点呢就是来自它的这个鞋舌的部分，真的是又硬又薄，就我穿上的时候呢整个是卡在我的那个脚的那个脚踝的那个位置的，就正面的那个位置，真的就是一直不停的去戳我的那个脚背，再加上它又是那种人造皮质的嘛，然后又做的非常的薄，所以我觉得我穿上的时候都快 paper cut 了。有这双鞋子的朋友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啊？就如果有同样的感受的话，可以通过弹幕或者留言告诉大家。反正我自己穿上的时候真的非常难受，本来是以为我可能穿个几次，我慢慢磨合，就跟它磨合了之后呢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现在已经穿了1年多了，也依旧没有磨合出什么东西出来。但是这双鞋呢不得不说它的整个设计就真的非常的好看，就属于那种比较复古的一个扁头的版型嘛，然后上面这种小洞洞的一个设计，就是希望 Vega 他们以后能够多多关注他们鞋子的一个舒适体验吧。反正这个部分我真的非常的不满意。然后另外的这一双绿标呢是一个 V12的一个鞋型的版型，我就比较的推荐，就对比刚刚的 V10。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的这个鞋舌的部分就没有刚刚的那个 V10的那一款那么的去戳我的脚背，因为它的这个鞋舌的部分就里面就是属于那种双层的，然后里面有包另外一个那种棉布，所以穿的时候它是比较软的，但是因为它的鞋舌都稍微的设计的有一丢丢的长，就还是在刚刚穿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戳脚背的。只是这双鞋子在我穿了比较多次之后呢就能够起到一个磨合的效果，穿上就比较舒服一点了。如果大家比较想买 Vega 他们家
家的鞋子的话，我比较推荐这一双。然后我当时选的呢是选的这个绿色的，我当时就想的是在这种春天的时候就比较想穿一些绿色元素的单品，就有那种春天万物复苏的气息。然后今年也比较流行这种绿色，所以今年的时候呢，我就也有陆陆续续的入手一些绿色的单品，就可以跟这个鞋子的鞋标搭配起来，就还挺好搭配的。然后接下来的这双鞋子呢，就是 Nike 的 Air Force One， 就属于一个几乎人手都穿过的一双鞋子吧。就如果你穿过这双鞋子的话，请可以打个1，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人都穿过这双鞋子。其实这双鞋子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就有穿过的，然后在今年我就又买了一双。然后这个鞋型呢，其实是在1982年就有的一个鞋型，当时是属于那种高帮的那种篮球鞋，然后后来就出了这种低帮的一个设计嘛。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低帮的，因为那个高帮的我觉得真的太吃脚踝了，就整个脚踝都挡住。然后我喜欢这双鞋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真的非常经典，然后百搭，而且整体鞋子的一个视觉重量感也非常的适中。之前也和大家讲过嘛，就我比较适合那种鞋子的视觉重量感相对较重的鞋子。那么什么是鞋子的视觉重量感呢？就是这双鞋子它穿在你脚上的时候，它整个那个感觉能不能跟你达到一个头脚的一个平衡。因为有些鞋子例如说它比较窄窄小小的呀，然后底比较薄啊，那种鞋子就属于说是视觉重量感比较轻的鞋子。那么像这一双呢，就是属于那种不轻不重的，完美的可以跟我达到一个平衡。然后这双鞋它的一个舒适度我打分呢是4.5分，而且这双鞋子我觉得也是比较少见的那种出门撞鞋你也不会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的那种鞋子。因为大部分的鞋子就你出去比如说包包啊什么的，你跟别人撞了包撞了鞋，多多少少心里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开心嘛，就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这双鞋我就觉得它是属于那种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种搭配你穿在身上它都能穿出一个不一样的风格和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它的变化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到别人跟你穿一样的鞋子的时候呢，会有那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啦。然后接下来的这双呢是一双小白鞋，是来自 Rick Owens 的一个副线 Dark Shadow。 然后这双鞋我自己最喜欢它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胖胖圆圆的一个鞋头，笨拙的一个可爱感，再加上它前面的这个鞋头的部分是有那种微微上翘的，会对比那种比较平的鞋头穿上会更有设计感，然后更俏皮一些。然后这双鞋子其实是我和汤圆的一个情侣鞋，它有一双这种黑色的，然后但是是属于那种很特殊的皮质，里面还有点泛绿，你可以看到有点泛那种绿光的一个爆裂纹的那种材质。然后它的这个鞋带的系法我还挺喜欢的，就这种1字的一个鞋带系法，就穿上要对比我这种普通的鞋带系法感觉要更加有设计感一些。然后这双鞋我们其实也已经穿了有3年多的时间了，我就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其实已经穿了3年多，你可以看到它的状况也很好，也不会出现那个就尤其是在这个脚面的部分不会出现那种皱褶。因为它的这个虽然是帆布，但它的这个帆布属于那种比较硬的一个帆布，外面还涂了一层那种涂层的感觉啦，就和普通的帆布就不太一样。穿久了之后呢，也不会有那种皱皱巴巴或者说比较容易脏的一个感觉。其实我的这双鞋穿脏都是脏在这个胶质的部分，它的鞋面的地方其实都完全没有脏，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挺喜欢的。然后这双鞋我还有一个比较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橡胶底的这个部分是香的，因为好像有一部分 Rick Owens 他们家的鞋子的那个鞋底的部分都是加入了那种香的味道在里面的，收到鞋子的时候你把那个鞋盒一打开就扑面而来，会有一股香气。这双鞋子它的一个舒适度打分呢，我自己给的是一个4分，然后扣1分还是因为它是一个这种比较硬的一个板鞋嘛，就比较平。然后接下来的这双鞋子是有3双是来自 Vans 的3双这个鞋子，所以就一起来讲了。我自己是拥有3个颜色，其实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基础的颜色。然后这一双呢是属于那种其实我已经不记得它最早的时候是纯白还是米白了，现在看着是米白，因为我穿脏了嘛，就属于那种米白配那种大红色，然后比较有那种复古的感觉。然后另外一双是这种很经典的一个黑白配色，然后另外一双是我最近刚买的，我还没有穿出门过，是这种米白的 off white， 然后配上的是这种深蓝的一个标，这个颜色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反正这3个颜色都属于比较百搭的，大家可以留言就是或者弹幕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个颜色。那么在这个部分其实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今年刚刚买的这一双，因为今年的这一双呢其实是它的一个 Vogue 系列，是一个高端的系列，我当时就想看一下跟那种普通版的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它的这个 Vogue 系列呢，我们比较容易判断的就是它的在这个标的后面，这小小的这个字的后面
会写一个 original。之所以称之为高端的系列，就是它的整个质量要比普通系列的要好一些，然后价格呢也比普通的系列大概要贵个$30到$40左右的这个价格。我自己穿下来是觉得真的质量要比以前的那个版本要好很多很多，因为之前那个 Vans 我觉得穿起来就是真的舒适度真的不 OK， 因为我之前是穿着它去滑板什么的嘛，就穿在地上都感觉就是你就是像是没有穿鞋子，真的非常硬。然后那个脚踝的那个部分就比较贴脚的那个地方也比较容易磨脚。但是我穿了这双之后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鞋底要比普通的要软一些，然后另外一个部分脚踝，就你接近脚踝的这个部分，就这一圈，它有包一个很厚的那种棉质的那个东西在里面，就是一个泡沫在里面。就你穿上之后呢，是很包脚的，然后很软，就你走路的时候又既跟脚，然后又软和，也不会有那种磨脚的问题。然后这双鞋它的一个舒适度呢，我是觉得大概就4分的样子。如果是普通版本的话呢，我之前就觉得它大概就3分，因为鞋底真的太硬了。然后接下来的这双鞋子呢，就是这一双是来自匡威的。其实匡威是我在初中的时候还真的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然后后来就有很多年都没有穿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匡威穿起来真的太不舒服了，就穿上之后真的是100%的路面反馈。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觉得？就是那个普通的匡威的那个 All Star 穿上之后呢，因为那个底又硬然后又薄，就穿上的时候真的是路上的每一个小石子，每一个那种坑坑洼洼的地方我都能感觉到，就感觉我还不如不穿鞋，而且它那个鞋底非常的硬，就还挺磨脚的。后来就没有穿了。在今年呢，我就又看到了他们出了这一双，我就觉得又是一个机会让我把匡威重新穿回来。它的这个设计呢是属于那种厚底的设计，尤其是这个鞋底是属于那种比较偏军用靴那种大齿纹的一个鞋底嘛，你可以看到，因为普通的那个匡威 All Star 其实是那种平的底，就比较偏城市一些，然后比较偏街头。然后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包边的一个设计，很像那种军用鞋的一个包边。所以这双鞋我是觉得它有把匡威做成有混合那种军用感的一个风格的。再加上这双鞋子它穿上之后呢，整个那种穿着体验要比普通的 All Star 真的高太多了。首先是因为它的这个厚底穿上之后呢，肯定就不会有那种100%的路面反馈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底里面是比较软的，里面还加了一层厚的那种海绵，再加上它外面的这个帆布的部分，像那种普通的 All Star，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买那种普通的 All Star 是只有一层的那种帆布嘛，穿上的时候其实会没有那么舒服，然后会有点磨脚。然后但是这一双它里面其实是有一层棉布的那种设计，所以穿上的时候呢是要比普通的那种帆布穿上要更软，然后更贴合脚。总的来说呢，就是这双鞋子穿上就是我完全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了，所以我真的很推荐。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双呢是来自一个叫 Sportwear 的一个品牌，也是一双小白鞋。大家会发现我真的非常喜欢买小白鞋，因为我觉得白色的鞋子在春夏天来穿就还是属于说是最百搭然后最清爽的一个颜色嘛。这双鞋我当时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就非常想找一双匡威的替代款，就我很想要买帆布鞋，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匡威我真的是觉得穿着太难受了，就想找一个替代款。后来就看到了这个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呢它是一个瑞士的专门设计这种运动鞋的品牌，然后他们整体的风格是属于那种比较偏中世纪的机械风的那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它前面的这些侧面，然后前面的这个鞋头的部分都是属于那种有点像以前工人穿的那种鞋子的一个风格嘛，然后穿上呢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普通的帆布鞋的一个感觉，因为它的底也比较薄嘛。但它有个很好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脚窝的部分，就是它是这个脚窝的部分，它有设计一个支撑的一个棉片，所以穿上之后呢，整体穿上的感觉要好很多。再加上它旁边的这个地方有透气孔，所以在夏天穿的时候其实是很凉爽的。然后总而言之就是我还挺喜欢这个品牌的，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小众的一个运动鞋品牌嘛，就如果你在寻找一个比较小众的然后不容易跟别人撞鞋的一个品牌的话，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Sportwear。 然后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2双鞋子呢是这个 Acne Studios 的 Manhattan 运动鞋。然后这个 Manhattan 呢我其实推荐了真的很多次了，我觉得看我视频看了挺久的朋友应该都已经对它不陌生了吧，尤其是这一双蓝白配色，我真的穿了很多次，然后推荐呢也讲了很多次了。它是属于
那种非常耐看的一个老爹鞋。老爹鞋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因为它的块头比较大，所以你穿上的时候呢，就是对比起你的腿来说，你的腿看上去会比较细一点点。但是大部分的品牌做老爹鞋的时候都容易做的过大，然后过胖，或者说设计感过于的夸张，就会导致那双鞋子过气的很快。就你可以看到老爹鞋就很快就过气了嘛。但这双鞋子是我在老爹鞋就兴起之前买的，然后经历了老爹鞋就走向巅峰，然后瞬间就无人问津，到现在我都依旧很喜欢这双鞋，因为它的整个设计都把控的很好，就是既利用了老爹鞋的一个特色，但是呢它的整个设计又不会夸张，就属于那种非常百搭的一个设计。穿上的时候呢，在整身来看也是属于那种有点小小的点缀，然后有一点点那种设计感的一个风格。然后这双鞋它的整个舒适度就真的非常舒服了，因为它这个底是那种很软的底，这个鞋子的包边呢也是属于那种很软的一个包边，脚后跟的部分都还做了一个软垫，所以你脚后跟的部分是完全不会磨脚，就非常的舒服。因为这双蓝白色真的被我穿的太脏太旧了嘛，所以我就想说再买一个新颜色。然后这个新颜色是属于这种粉色配一个鸡皮的这种棕色，还有上面这种灰色的一个配色，就还挺少见的一个配色了。然后我当时选这个配色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打折，但是不得不说我还是觉得说是这个白色比较百搭一点点了。就如果说你是想要寻找一双比较百搭的鞋子的话，我还是推荐这个白蓝配色的。但是这个配色呢，我就属于觉得说它在我穿了一整身比较简单，例如说这种白 T， 然后一个牛仔裤，再搭上这一双运动鞋的时候呢，能够给我整身增加一些多的颜色，然后有一个比较跳脱然后比较活泼的一个感觉嘛。然后这双鞋子我给它的一个舒适度打分就是属于满分5分了，因为穿上真的非常的舒服，就是属于我出门逛街然后逛一整天我都完全不会觉得累。然后接下来的这双鞋呢，是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双，是来自一个叫 Etis 的品牌。我自己是觉得它是那种运动鞋中的一个坦克，轰这样开过去的。就比如说我拿一个这个 Golden Goose 在那里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鞋子跟它对比，真的就是一个坦克，真的非常大，然后很有力量的一个感觉。但是不得不说，这双鞋子其实我穿的还挺少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自己当时在买的时候呢，就买大了一码，再加上它这双鞋子的鞋底是属于那种非常厚的鞋子，像这种很厚的厚底鞋，我们在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不跟脚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到弯曲，再加上我买大了一码之后呢，走路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跟脚，这是主要的一个我穿搭比较少的原因。其次呢，就是这双鞋子在搭配的时候，我发现它几乎只能是搭配那种比较阔腿的裤子，因为这双鞋它的整个视觉重量感对于我来说就有一点点过重了。像这种视觉重量感过重的鞋子，我在光腿穿或者搭配一些紧身裤的时候，会显得脚特别的大，然后会反而有一种压身高的感觉，就会把那个整个视觉往下面拖嘛，整个人就会显矮一点。在这个部分呢，也是给那种小个子的女生的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买过大的鞋子，买那种视觉重量感过大的鞋子的话，有时候会反而显得就你的脚特别大，然后特别的笨重，就有点像唐老鸭，就会显得整个人比较矮。但是这双鞋真的就是属于那种只要你搭配的好，然后就能够把整体的风格都给拖起来的一双鞋，就穿上有那种很硬朗然后很酷的那种风格，就比较喜欢在上半身穿那种比较紧身然后比较短的上衣，然后在裤子的部分可以穿个阔腿的牛仔裤啊，或者说阔腿裤，就把它的那个裤腿罩在这个鞋子上面，然后再穿个这个鞋子就能够有那种比较偏欧美风的一个感觉嘛。然后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一双鞋子是来自 APC 的，然后配色是这种非常非常清新的一个颜色，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入手的，它就是属于这种雾霾蓝，然后上面有这种稍微深一点点蓝色配白色嘛，就穿上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新。然后这双鞋子我觉得它主要的一个设计亮点呢，是在于说它的这个鞋带，它的这个鞋带是属于比较经常会出现在登山鞋上面的那种杂色的鞋带，就会让这个鞋子的鞋带的部分就会显得更加丰富一点。然后这双鞋子呢，它整个鞋型是属于有点像那种比较老的一个跑鞋的鞋型，所以穿上的时候真的非常的舒服，很软。你们也可以看到它前面的这个部分也是属于那种很软的一个设计，所以这双鞋子呢，它整体的一个舒适度，我自己打分是给它满分5分的，就非常的舒服。所以如果你在寻找一双那种有点像休闲跑鞋设计的运动鞋，然后你希望它穿
穿起来比较舒适的话，我就非常推荐 APC 的这双。它今年也有出那种纯白色的，然后有那种米白配色的一个颜色，也非常的好看。然后终于到了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双鞋子了，当当，就是我的一个健身鞋，也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跑步鞋。这双是一个 Hoka 和 Outdoor Voices 的一个合作款。然后我当时看到这双鞋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那个 Hoka 这个品牌呢，在美国这边的跑步界还挺出名的。因为我平时是不爱看那种跑步鞋的嘛，就只是在那段时间就疯狂看网上的一些反馈，然后就了解到了这个品牌，就发现他们家品牌的跑鞋是非常出名的。出名的点就是他们非常的轻盈，然后就很有弹性。后来我就看到了他和 Outdoor Voices 合作的这一双，就看上去会更好看一点点。因为很多的跑步鞋他比较喜欢设计的那种五颜六色的，我就觉得真的有点太复杂，有点我自己是觉得太丑了。后来发现他和 Outdoor Voices 合作的这双就属于那种比较偏女生审美的，然后很简单很大气的一个鞋型的那种设计，尤其是它的这个旁边的这个鞋子的弧线还挺好看的。然后像跑步鞋嘛，主要关注的点肯定就是它在穿着的时候，尤其是跑步的时候，究竟有没有起到一个支撑，然后比较舒适的一个部分。然后我自己穿上的感觉就是它的这个鞋子真的非常非常的轻，是属于我今天分享的所有鞋子里面拿在手上最轻的，也是穿在脚上最轻的。就穿上的时候，你其实有时候是感觉不到那个鞋子的重量的，但是你在跑步的时候呢，它又能够起到一个那种弹力的感觉。当时我买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广告词是说的，你穿上这个鞋跑步的时候就很像是你在云上跑步。我穿上这个鞋第一次跑步，就真的感受到了在云上面跑步的一整个感觉，就真的非常的舒服。就你跑起来的时候是属于感觉像是有个东西可以把你弹起来的，就感觉你一瞬间变得无比的轻盈。然后好了，这些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我自己所拥有的15双运动鞋，都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鞋子。那么我之前其实还有在我的公众号上面写过好几篇那种运动鞋品牌的一个分享，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大家也可以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品牌，然后我今天没有提到的，那么我之后也可以去尝试看看，然后再和大家分享。那么我也会把今天所提到的所有的鞋子的单品信息都放在下方的信息栏或评论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就是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也请在下方帮我点个赞，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 Instagram。那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